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多啊，第一个，台湾铁路出轨事故54死啊，那么150伤，美国国会大厦再次受到冲击，那么瑞丽疫情小规模爆发，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我们先讲这个台湾铁路啊。台铁车次是408次的这个太鲁阁号，客运列车从新北开往台东线，那么途经莲花县境内发生重大出轨意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么截止目前已经有54人丧生，150人受伤送医，这是台湾铁路系统近年来最严重的伤亡事件啊。那么根据现场的情况和列车上的这个乘客的描述，造成这次重大事故的原因可能是一辆停放在事发铁路路段附近山坡上的一个调货工程车。那么因为没有拉手刹，那么然后从山坡上直接滑落到铁路的路轨，和这个直接就撞击正在经过的这个客车，造成其中一节客车直接撞击其中一节客车，那么整个的列车出轨。那么发生碰撞击的时候，滑落到轨道上的这个调货工程车并没有人啊，所以他应该是没有拉手刹。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包括铁路列车驾驶员和乘客在内的多名人员在事发后当场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啊，当场死亡。那么整个驾驶舱完全全毁啊，全长共8节，这个列车总共有8节列车，有2节出轨，那么2节严重变形，那么呈现前后挤压的状态，搜救非常困难。太鲁阁号主要是运行在台湾东岸和台湾西岸的中部的地区，是台铁序列中运行速度最快的列车，这也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伤亡惨重的原因啊。那么这个行速啊，它的时速是每小时130公里。那么太鲁阁号使用的这个电力动车组呢，是台湾铁路在2006年啊由日本引进，2007年投入使用。太鲁阁号开始运行之后，台北到这个莲花的铁路时间缩短为2个小时。那么目前这个工程吊车司机已经被警方这个留置啊。那么列车是行经一个隧道的时候遭到这个撞击出轨，所以呢导致部分车厢卡在那个隧道里面啊。所以这么多的事情全部碰在一起，才会这么严重的伤亡啊。那所以造成这个营救的困难。事发之后，整个的救援体系包括消防，台湾的部队啊也出动工兵协助救援。那么这个整个的列车基本上满员，原因是什么？临近这个清明节啊，那么全车共有350人满员，然后大部分都是返乡祭拜的乘客啊。那么至少有200人受困啊，困在这个车厢里等待救援。那么台铁估计啊，可能至少有7天才能抢通这个受阻的这个路段。大体的情形就是这样啊，交通部长啊，这个内政部长都去现场搜救啊，然后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要去调查原因啊，保全证据啊，向受难旅客家属表示歉意啊。那么现在台湾地检署已经派员开始介入这个调查，那么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啊。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那么我们对台湾的这个情况表示关注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节目。虽然这个新闻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但是这么严重的这个伤亡啊，那么也是很罕见。所以我们也是
报道啊，向大家报道这件事情啊。那么另外一个，美国国会大厦再次遭到冲击啊。4月2号下午1点啊，就今天下午1点，美国国会大厦发生命案啊，一名男子驾汽车撞向国会大厦的警察，造成1名警察死亡，1名警察受伤啊。那么这名男子下车持刀冲向在场的其他警察，最后这名男子被警察开枪击毙。那么现在确认死亡的国会警察名为 William Evans 啊，他是一名18年的老兵，现在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撞死啊。那 Evans 是第6名因公殉职的国会警察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国会警察这么恨啊。那么被击毙的嫌疑人为诺亚格林啊，他在弗吉尼亚有一个地址。当局讲，那个特区和国会警察都不认识这个嫌犯啊，这没有在记录当中。华盛顿特区代理警察局长罗伯特康迪说，案件似乎与恐怖主义没有关系啊。那么当时呢，这个参众两院今天是在休会，所以国会大厦里面基本没什么人啊，只有一些国会的工作人员在园区里面和在附近啊。那么一名国会助手说，当时他在这个朗沃斯大厦办公楼打第一针疫苗，手机响起来，然后他听到了警笛啊。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特区国民警卫队启动了新的即时反应部队啊，这批警卫队的成员在这个国会广场上啊，作为这个部署啊。然后这个20名国会警卫队在独立大道排成一排，然后戴着头盔跟防弹衣，拿着塑料盾牌，然后一辆这个蓝色的轿车停留在这个死亡现场，那么尾灯闪烁，后备箱敞开，然后贴着犯罪现场的胶带。这个下午3点15分解除封锁，但是这个宪法大道和其他道路有一部分地区仍然关闭啊。那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下令国会大厦旗帜降半旗啊，纪念被害的警官啊。1月6号发生了国会大厦冲击案，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国会警察布莱恩斯尼克。那么另外2名曾经参加暴动参加这个冲击案的这个警察后来自杀身亡。那么国会大厦的这个宪法大道其实刚刚拆除围栏，才2个星期开放交通啊，现在又发生这个事情啊。现在不知道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国会大厦这一次的这个冲击是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情况出来啊，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疫情。瑞丽云南卫健委通报，4月1号0时到24时，云南瑞丽新确诊病例是4例，无症状3例，目前累计报告45例，其中确诊16例，无症状感染29例，那么实际上就是45例。那么为了防控疫情，云南瑞丽启动疫苗全员接种。那么另外中缅边境的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4月1号也报告了1例无症状感染。那么从4月1号开始，瑞丽市解告国门社区然后就是孟卯镇兴盛时代家园小区、瑞金路红砖厂、新河蓝湾小区、团建村委会、金坎村民小组这5个地方被划为中度风险地区。从4月2号8点钟开始，瑞丽市对全市30万人进行这个全员接种疫苗那么计划是4月6号前完成接种。那么4场，那么目前瑞丽已经设置了25个接种点，市民可以通过德宏抗疫情微信小程序预约那么在此之前呢，瑞丽已经打了32000剂
那么为了尽快的加快这个接种，那么云南省疾控中心向这个瑞丽紧急调拨了15.9万剂疫苗。那么到4月1号晚，已经有6万6千剂运抵。那么另外，德宏州其他县市也配备了1800剂次啊，大概就是这样。现在已经他们之前已经做了一次全员检测，那么现在还在整个瑞丽处于一个封城状态啊，就是所有的居民居家隔离，时间为1周啊。那么解告大桥，禁止通行，所有的啊，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啊，这是瑞丽的情况。另外，我们再讲讲习近平啊，我们标题里没写，我还想讲讲，为什么？因为每年植树节都会出来一次啊，那么今年出来了，我们看一下，我看了一下啊，新闻这么说，4月2号，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7常委加一个王岐山，王岐山是国家副主席，所以就是7个常委加上王岐山啊，去北京植树啊。那么每年都是这例行动作。那么就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那么地点是在朝阳区温榆河啊，叫温榆河。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320亩的开阔地，原来是有一个砂石石料厂，还有一些废品收购站，就原来就是破破烂烂的地方，后来拆迁整治啊，现在拿来种树啊。那这个安排是谁安排？北京市和这个国家林业草原局负责这次活动。那么车子开过来，坐那个 van 啊，坐那个怎么说啊？我不知道叫那个坐那个 van 到了以后，习近平下来，然后其他人全闪开很自觉，其他人全闪开，然后就开始拍照。习近平就拿了一个铁锹就下来了，拿着铁锹下来。然后他就植树啊，这里面新华社的稿子还是有点用意的啊。他说习近平接连种下6棵树啊，说明他身体还不错啊，一口气种6棵树，种树不容易啊。然后他就镜头上面看，边聊天边铲土，边浇水啊，反正就是给镜头啊，给镜头。大体上就是这样。没什么，这个整个动作过程中间讲话没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讲讲观察，因为习近平有一阵子没看见了，我们在今天看，春天了嘛，然后就一看脱掉了冬衣，身体就看得比较清楚啊。那么习近平身体精神状态尚可，也不是特别好啊，他的脸色呢就是灰灰的。他脸色就是灰灰的啊，有点黑，那种灰啊，精神尚好。有个明显的特点是什么？这次植树看出来，肚子大了，肚子比以前大多了。他现在穿什么呢？以前呢穿西装啊，以前穿西装从谁开始？从江泽民开始穿西装。穿西装到了胡锦涛呢，胡锦涛就有大部分时间不穿西装。胡锦涛有的正式场合穿西装，然后大部分场合穿什么呢？穿夹克啊，穿那个夹克衫。有跟谁像？跟这个金正恩有点像，叫金正恩的爸爸叫什么来着？金正日。金正日是穿西装，就是金正日肚子很大，这个穿这个夹克衫的那个衣服肚子往外兜不住。其实穿西装最容易藏肚子，你看我就穿西装就很长肚子啊。那么这次习近平出来呢，到了习近平呢，就基本上只是开会穿西装，不开会，除了开会穿西装，其他时间一律穿夹克衫。所以他一穿夹克衫呢，全世界都穿夹克衫。但有的时候开会不是开那种正式的会议啊，什么座谈会，他也穿夹克衫。所以现在官场流行的是夹克衫，不是西装啊。那么
脱掉冬衣，一穿夹克衫，而且夹克衫不长肚子，这肚子就显起来啊，肚子显起来，特别显。这次就特别显习近平的肚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来的宣传呢，对习近平的宣传规格最高是什么时候？2018年，2018年基本上是定于尊，习近平的就是出来植树，只有习近平的照片，其他人没照片，就是一个名字啊，谁谁谁谁谁党和国家领导人88888参加植树，然后后面就跟他们没关系了，全习近平很多照片，中间还有一张照片是什么呢？习近平跟少先队员拍照，这张照片这个一拍下来就大家就很眼熟，就有点像毛泽东跟少先队员拍照那张照片，这毛泽东站中间，少先队员围着他站一圈，那张照片也是跟那很像啊，就是模仿毛泽东。到了2020年呢就没了，2020年的植树呢就没有，就规格一下就下来了。规格下来什么意思啊？就是植树照片每个常委都有照片，就不是习近平一个人了。那今天是怎么处理的？今天的处理很特别，这个人民日报就一张照片，没有很多照片，就一张照片，习近平少先队员的一张照片啊，放的不大，照片很小啊。新华社呢，啪5-6张照片，全是习近平照片，上面放个视频，视频里面呢每个常委放2个镜头，哎，这个规格就有点特别啊，就是文字稿里面4-5张照片全是习近平，但是视频里面呢7常委加上王岐山全部都有。那么当然主要是习近平，然后中间穿插其他的常委加上王岐山，每人给2个镜头，算可以了啊，算可以了。大体上就是这样啊。那么这次出来就对了，如果不出来就是事儿啊，就是和往常一样就没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大体上说一下，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过去4-5个节目呢，我们都是超时啊，超时经常很多问题就不够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节目本来还有一些我就不说了啊，因为那新闻太多也讲不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互动吧啊，进入互动吧。今天周末跟大家多聊聊，好吧？啊，进入互动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啊，就是说，请大家尽量的点亮小铃铛啊。我们点亮小铃铛的人太少了啊。然后呢，就是如果经常收不到通知，就是直播通知的，可以关注我的脸书号和这个推特号。那么我们会在直播前的3-5分钟会把这链接发上去。你没收到通知呢，点链接也能到这个直播上来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好吧？啊，花脸啊，不是莲花，花脸，更正一下啊，花脸啊。好啊，我们互动啊。情绪，昨天看台湾新闻直播，居然有5毛不停的刷屏，说死得好，台湾人死光光最好，完全没有人性，不可思议。这个非常怎么说呢？我不骂了，算了啊。观点：台湾的公共工程利润很低，加上官员甩锅不承担责任，很多包商会降低公安要求，并超时加班缩短工期，才能维持工程利润。有实力的公司一般都不大愿意接公共工程。这跟公共工程没有关系啊。官员甩锅官员甩锅，那你去大陆看一下啊。那大陆的预算大概你拿1/3来盖房子就不错了啊。这个我觉得舆论监督是要的，舆论监督是要的。工程利润低好啊，工程利润低意味着什么？工程利润低意味着造价低嘛，是不是？
那么这是公堂嘛，就是纳税人的钱，尽量的节约，这是好事啊。当然也不能够利润低到大家不愿意接，那你这工程也没办法展开。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嘛，官员甩锅怎么甩不了锅，这是他的事儿啊。包商降低公安要求当然不行啊，为什么？有法律规定的嘛，这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嘛啊。观点虽然本次事故与铁路本身质量无关，但台湾目前跟美国一样，基建老旧，需要翻新。现行台湾很多基建都是1970年代经济起飞时留下的。民进党上台后提供8800亿台币的前瞻基建计划，分8年去发。我后来觉得这实在太少。杭州 G20 那年就投入2000亿人民币做城市翻新。虽然我对台湾的财政效率有信心，但是再怎么有效率，过低的预算总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绿能转型，台湾经济复苏，台湾基建大翻新的时机到了。这里面就是什么呢？这里面就是民主政治很重要的是什么？民主政治很重要的就是怎么去建立共识的问题啊。那么 G20 峰会投2000亿，你觉得值得吗？我觉得非常不值。为什么？因为老百姓的都是老百姓的钱，所以台湾在这个方面需要前瞻性的投入，但是这些钱都是来自老百姓啊，都是来自纳税人，所以在这个方面谨慎一点没有坏处，但是又不能够让大家处于一个不安全的状态，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既要考虑效率，又要防止民粹啊，这个不容易的啊。情况：华盛顿特区冲击案肇事者是一名25岁的黑人，黑人种族主义者和美国黑人伊斯兰组织的创始人 Leons。是吗？这个我不知道，我看的新闻里面没有讲这个啊。情况：初中时去妈妈的单位，那是第一次看到参考消息，我当时觉得原来国内社会繁荣一片利好，现在才发现是个无耻的宣传工具啊。OK， 原来是个黑人。你怎么知道他是这个黑人伊斯兰组织的追随者呢？黑人种族主义者啊，你怎么知道的？新闻来源是什么？能告诉我们吗？能把这个新闻来源贴一下吗？好吗？因为你在说一个人，而且他是死者。提问，请问老师一个和今天主题无关的问题。中国的冬奥会是2022年，但是根据现在的疫情发展，感觉那个时候全球疫情肯定不会结束。按照中国现在严格的隔离政策，到时候无法想象会有很多运动员和外国观众来中国。为啥中国政府现在还在力推这个冬奥？冬奥疫情今年就已经结束了吧？我觉得今年肯定是结束了啊，因为你按照现有的这个疫苗的情况来看，中国不知道，但是肯定美国跟欧洲肯定是已经搞定了啊，美国肯定是北美肯定是年中你搞定啊，然后欧洲应该是年底之前应该搞定。明年的冬奥会是明年的冬天还搞不定吗？我觉得应该搞定吧，大概是这样。我觉得不应该搞不定啊，明年的冬天，现在才是今年的冬天还没过，还有1年时间还搞不定吗？情绪，任何省份，尤其是上海、香港、台湾发生什么事情，墙内总是全民喊死得好，巴不得死光。我在墙内曾经还会反驳那些吃冷血馒头的人，但现在反驳的力气也没有了，因为我发现曾经和我一样反驳的人都是全如沉默了。我们这里有没有？有的话就麻烦管理员帮我给他踢了啊，封死他，不要让他再来了，好不好？这种冷血动物我们不需要讨论它吧？这种公共空间不值得去讨论这种畜生，讨论它干啥？你说呢？观点：
上午我说以前并不完全相信 BBC， 王先生不以为然，或许表达有误，但我从来认为不管是 BBC 还是 CNN， 不能因为他是谁就完全采信。 BBC 当然有权威性，但合理质疑、多方求证、独立思考、谨慎判断应该是我们对待一切新闻的客观态度。欣赏王先生的节目，因为王先生自己并不因为当事人是谁而下结论，而就事论事。尤其是这几期新疆问题，溯源不愧专业水准，获益匪浅，唯其如此，不揣冒昧，管窥之见，与王先生商榷。我完全同意你今天这段陈述。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接触到新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时间去质疑的，我们就是看过去了啊。当然，我们在看过去的时候，通常我的自己的习惯是什么？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当然是一个媒体一个媒体看过来 ，BBC、CNN、纽约时报一直看下来啊，包括这人民日报、新华社一直看下来。我当然知道我在看哪个媒体，我心里是知道的。然后我对这个媒体的，我每个媒体我在我心里都知道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看。这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长期的工作习惯啊。那么我为什么今天上午讲 BBC 是我们的，在我们新闻界来说，我们是认为它是一个楷模，因为它有长期的信誉啊，所以我们信任这种媒体，这种媒体是值得信任。这就是我们在消费一些新闻消费品，我们的新闻也是消费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通常我是不会去质疑它，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质疑它。如果我每条新闻都去质疑它的话，那我一天看不了几条新闻啊。那么我们就会过。当然，有些新闻在过的过程当中，我突然一见，有问题，我就会停下来看，觉得这条新闻有点问题，我就会停下来看，再会重新确认这是谁，然后再仔细的把这条新闻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我一看是有问题，我直觉的动作是什么？我直觉动作就直接上其他的媒体，看其他的媒体怎么说。通常你看完2个媒体之后，在同一件事情上，你基本上大概知道怎么回事。每一个媒体都有不同的侧重啊，就比如说刚才国会的这个，我上去华盛顿邮报有一段稿子，拿下来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中间还有很多窟窿，但窟窿我翻一下其他的媒体也没有怎么办？我就有窟窿那就窟窿呗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并不是说不可以质疑，我只是说我们新闻工作者他对每个媒体大体上都有一个打分啊。那么 BBC 呢是我们打分比较高的那种，它是相对比较严谨的媒体。我只是陈述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么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质疑，任何媒体都可以质疑，而且都应该有质疑的态度。但是质疑的态度要用在恰当的地方，否则我们没办法消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说不可以质疑啊。我这里多讲几句啊，关于这个媒体啊。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特别是我们的中文读者遇到的情况，就喜欢把事情推到极端啊，要么呢就是什么都怀疑，要么呢就盲从啊，就盲目相信。其实这2头都不行，你所有都怀疑，你没办法阅读啊，你没办法消费的啊。其实你就比如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怀疑，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所以我们基本上什么都不相信。这个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真的是这样。就是我经常跟国内的一些朋友出去做事情也好，玩也好，什么都不相信。哎，这是不是真的？这是不是真的？这个价格你没有骗我吧？他永远是这种态度。那有的时候很没意思啊，就很扫兴。为什么？你永远都在问你这是不是真的？你知道，我知道它怎么回事啊，我知道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当可能你离开了中国，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你要把那些东西放下来，你才能够好好的享受你现在的生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盲从。盲从就是什么呢？盲从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语境啊。我们是中文的，中文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看东西最顺溜的就是看中文。看中文，中文也不是看所有的中文，你打开一篇打开一份联合报，你试一下，你看的磕磕巴巴，大陆的网友一定是，你看半天看不懂他的语义。行文一看大陆人民日报，那看得很顺利，因为那种行文方式我们很舒服，一直在接受这种语义，所以很容易理解。所以你一看国内的媒体呢，你就很容易接受他的观点，这也是一种习惯。所以这里面我们都两样东西，我们都要稍微的去调整。调整什么呢？就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些是跟经验有关，有一些跟什么有关，有一些跟我们的意识有关，有些跟我们的兴趣点有关系啊，就是我们要尽量的不要太极端，往中间拉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请问王老师，这么多外国驻中国记者改派驻台湾，对台湾跟中国的影响为何？记者如何收集新闻？会跟南韩外国记者报道北韩新闻有类似之处吗？这个问题我今天上午没有展开来讲啊，我讲了一半，另外一半没讲。我讲的那一半是什么？我讲的一半就是大家知道一个记者派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你去那里是干什么？你派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采访。我经常是被派出去的那个人，我经常是干这种事情。派出去你的角色是什么？你的角色就是这个搜索者。搜索什么呢？搜索你的读者感兴趣的内容，而你的读者不是这个地方的人，理解吗？我们通常叫这种人叫特派员或者记者特派员派到那里去。比如说华盛顿邮报派记者原来是派驻北京的特派员，后来北京环境恶劣我就直接改派到台北。这意味着什么？大家知道这意义重大，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你要知道，如果台湾没有华盛顿邮报在台湾没有记者，那华盛顿邮报就很少关台湾有关系的新闻，会有一些新闻但是非常的少。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报纸通常也这么厚那么你一天有一条新闻，可能都没有一条新闻，可能一个星期有2条新闻。这么厚一大报纸里面，你有2条新闻，这么长的2条新闻，你这个国家是不会被这个报纸的读者认识的。但是如果你有个特派员在那里，或者有2个特派员在那里，你知道情况是什么吗？这特派员基本上每天都会写稿子。当他在这里开始写稿子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他就帮这个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口，因为他在用他们理解的语言，用他们熟悉的方式，用他们喜欢的这个文字来表达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这个窗口就会让他的读者越来越了解他。大家知道了解跟亲近是一件事情的2面，
你只有了解了，你才能亲近，你不了解是无法亲近。那你好，这一口气去了21家媒体，21家媒体都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这种级别的报纸，从北京、香港跑到台北去了。那你想意味着什么？你可以看到，慢慢的这件事情就会慢慢的改变什么？改变美国人对台湾的看法，他就会觉得台湾更近，而且觉得台湾，我们以前，那我当记者的时候，所有的人，所有的财经界的人，基本上都一致认为，你错过中国市场，你就错过了未来。我当财经记者的时候，这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这种社会共识是怎么来？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些记者离开北京、离开香港去了台北，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去台湾买房子了，真的，大家就可以去台湾买房子了。为什么？当注意力集中到他那里去的时候，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注意力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钱就会跑到那里去，机会就跑到那里去啊。所以把这个西方驻京记者赶走，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非常愚蠢，对中国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今天我们在视频的介绍里面讲，这个大势在转变，这个大势在转变，这些大势的转变不是一块砖头就改变，是好多好多砖头一个一个抽掉了，这个势头就变了啊！所以你让这些记者再去一点，这个中国外交部再跟美国搞几下，让这些记者多去一点台湾，那大家就可以去台湾买房子了，基本上是这样，好吧？观点，我认为老师讲的两种极端，什么都不信和什么都盲信，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而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啊，教育什么时候是为政治服务的？这就是明显是有问题啊！现在国内的教育只是创造一群听话挨割的小韭菜，和尽量多收割老韭菜，终极目的是扼杀独立思考能力、求知能力和探索能力。所以至今明智无法开化，才会有胆小的人什么都不信，剩下的迷信盲信。OK， 教育不是为政治服务的。教育如果是为政治服务的话，那这个教育就会有问题啊！教育是为什么服务？教育是为孩子服务的，为他们的人生服务的，不是为这个社会服务，为他个人服务的。如果不能够为他个体服务，就不能为社会服务。这就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啊！情况10年前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我听一个铁路职工说，实际上有200多名遇难者，而不是官方说的40名。很多家长指出自己的孩子不在死亡名单里。这件事情啊，要讲起来那就故事就长了。你见过把这个出事的列车埋起来？你见过这种鬼事吗？这发生在中国啊！他把列车埋起来，你想想这什么鬼啊？中共做这些事情实在是，不说了啊，想说起来就生气啊。情况这次大陆新冠肺炎也是习惯瞒报数字，有熟人在深圳得新冠去世，但是没有被数据记录。OK， 情况昨天下午收到一条短信，由于疫苗调配问题，中国生物疫苗断供，请还没有打疫苗的尽快接种。不知道是疫情严重了还是饥饿营销，坐标北京，肯定是饥饿营销啊，应该是饥饿营销啊。如果你已经断供了，你尽快接种干什么？对吗？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奇怪。我奇怪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看这2天这个卫健委的数字啊，涨得很快啊，现在是1亿2千万，还不是3、4千万，已经这么快。我的问题是，从生产能力来说，
灭活疫苗的产量是最低的，因为它需要培养病毒。那它怎么生产的过来？我是有这个怀疑啊。提问：如果拜登政府因为投票法坚持让美国职棒大联盟将全明星赛从佐治亚州圈出，那么他们会不会不呼吁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呢？请问王老师怎么看？我不知道哎，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不呼吁，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呼吁。那我只能看见它发生了，我才能说。它不发生，我真的不知道它会不会呼吁啊。观点：北半球举办冬奥会都是在年初1、2月，即明年冬奥会应该是在年初，不是年底。OK， 因北半球冬季最冷的季节为1月，因此现在不到1年，只剩下9到10个月左右。OK， 这也是目前加速疫苗接种的原因之一吧。毕竟不像东京冬奥会那样不让国外观众入境观看。是这样，那就不到1年时间，那就有危险，那可能。现在问题是现在的疫苗只有半年时间，如果半年时间，你现在保护期只有半年时间，你先打完，你现在赶紧打完之后，那6、7月份要重新再打一遍嘛，是不是啊？那也没有用啊，你还是来不及啊，是不是这样？我现在还是觉得，是个问题。中国的疫苗是半年时间啊，那你现在3月份，你现在开始打完之后，你到现在是3月份、4月份半年就是10月份，10月份要再打一次，否则就没有保护啊，还是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对吧？提问：最近来到加拿大，感觉这里的人都很遵守规则，秩序很好，基本都是靠大家自觉，而不是严格的监管。但国内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有些人就开始无视规则，很多时候又觉得国人就应该被严格监控和管理。王先生怎么看？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问题都源自于穷，大部分的问题啊都是源自于穷，穷会发生很多行为上的不同，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讲，一个社会如果贫富差距很大，它会出问题，原因是什么？就有一部分人很有钱，一部分人很穷，那么这会是非常不稳定。那么因为贫困会造成很多人很多的行为，这种行为它会突破一些规则。我举一个例子，你如果在加拿大，你坐地铁你就知道，坐地铁没人检票，你就是自己去买票，买了票自己进去，然后就走掉了，对吧？没人查票。那美国还有人查票，还有人刷那个，加拿大很多地铁站根本就没人守啊。美国也有些地铁也是没人守。那大概算了一下，就是逃票的人跟守这个人的工资一算啊，逃票的还没有这个工资高，那算了，你就让你逃吧，有部分人逃就逃吧，大概是这样子吧。那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都不守规则？也不是，中国人你到了美国就很守规矩，你不守规矩你付出代价。这里面就有一些问题是什么？中国的社会管理其实是非常落后，落后在哪里呢？就是它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它不能解决这个就是违规成本的问题。其实我们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哈，每个人选择遵守规则还是不遵守规则，他是站在中间衡量。这个衡量什么呢？衡量就是我违规的话，我的代价有多大，或者我的成本有多高。当这个成本非常高的时候，我发现我承受不了，我就不违规，我去遵守这规则。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当你在进行一个社会管理的时候，你要让大家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你违规，你就一定会付出成本。
或者是说只要你违规，你付出的成本超出你想象的高，你根本就承受不了，那你就不会违规。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经常讲，我在美国坐地铁，有的时候坐火车坐地铁，它会有什么呢？它没有检票啊，不检票，但是它中间有人查票，他安排人来查票，万一你漏票的话，可能对你的罚款就非常的高，所以大家不愿意去违规。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情况正好把事情弄反过来，就是他不能够做到只要你违规就被抓到，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管理很混乱啊，就是查票的那个人今天高兴就在那，领导一来就在那蹲着，领导一走他跑了，跑了的话，那你怎么去让他付出这个违规的成本？所以中国它的整个的社会管理体系根本就是非常混乱，这就是中共执政能力很烂的原因。你不能够保证这一点，你就不能保证大家违规啊，违规遵守规则，这是一个。第二个，权利在中国的情况呢是什么呢？只要你有权利，你就不用遵守规则。领导一来，这个啪，这个门就打开了，直接就进去了，不用买票。所以所有人都觉得，只要我有权利，我就不用遵守规则。所以规则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不被尊重的部分。它跟你看到的情况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中国的规则，第一，它有弹性，选择性执法，领导一来，权力一来，就马上让路，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规则不需要遵守，我遵守都傻瓜。那当然，所以中国就是你看到这个样子，就是大家都不遵守，那你就是又是摄像头，又是这个又是那个，那真的是就是这样。所以它是整个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情况：上海某郊区4月2号起，5个接种点暂停服务，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我估计是疫苗没有了，真的是断供了。官方通知说没有说原因，据私下情况说是断苗了啊，断供啊，可能最近动员和施打疫苗的太多，是这样，我认为应该是这样。我认为它的产能是不能满足这么大规模的，因为特别是灭活是产量不高的，它需要培养病毒，你总是有时间的嘛，对吧？培养病毒，然后把病毒的尸体拿来做这个灭活疫苗。请问，知道王老师不愿意答假设议题，但我这一假设也是很可能发生，并且关乎10多亿同胞的事情。8年来，习近平倒行逆施，不仅毛化，而且纳粹化，做加速地。若他暴毙，剩下6名常委，继位一个，会再次拨乱反正吗？民族前途会转向吗？这是个好问题，其实这是个好问题啊。就经常有人，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讲了没有啊？前天我跟一个朋友聊过这个事情啊，聊过什么事情呢？就是中国跟西方之间的这个翻脸，这个翻脸，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习近平，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或者说我们反过来把这个事情再扯开一点，拉开一点看，就说你说一下啊，我们从邓小平开始，邓小平然后扶起来赵紫阳，这个胡耀邦，然后到了这个江泽民，然后一直下来都是共产党啊，他们的本质都是共产党。共产党要干什么？共产党就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习近平也是这样，
江泽民也是这样，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是习近平跟江泽民不同的，江泽民那个时候国力还不到啊，想插也插不上啊，没有钱啊，没有枪没有炮，枪炮都不行。到了胡锦涛时代也差不多，好起来了，钱已经多了，但是很多东西还没有上来，还没有反映出来。到了习近平，习近平一看，哟，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要钱有钱，要小兄弟有小兄弟啊，那我这个腰杆硬，我就赶紧往外跑呗。那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呢，还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呢？那我有一个看法，我之前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共产党都是一样，他都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只不过呢，到了江泽民跟这个胡锦涛，特别是江泽民时代，他们更多的强调的是什么？他们更多的强调是把我们先搞。江泽民时代其实一大半时间都是被西方压制住的，特别是美国压制住，因为求着加入世贸，求着开放市场，其实当时是很困难的，而且当时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又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在那个时候提出把红旗不忘初心这件事情，他没有能力。你说等他有能力，就算不是习近平，他会不会也想着，哎呀，我们把红旗插遍全球？我觉得也有可能。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啊，他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叫什么？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呀，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呀。我一直不同意的什么？我做中国新闻做了这么多年，在我当记者的时代也好，我后来我不当记者，我做媒体，一直特别是海外媒体，一直在把中共分成两派，一个是温和改革派，一个是极端的保守派，或者是顽固派啊。那么这两派斗争，然后就一直讲故事，讲这种故事，我是一直反对的。共产党全是顽固派、保守派，只不过呢有不同的保守、不同的做法。所以在我来看，习近平只是比较笨拙、比较粗暴的把这些事情提前推到一个现在发生的事情。可能有另外一个人，就习近平如果不在了，另外一个人接了，他可能没有做的这么极端，他慢慢来，慢慢来不是更可怕吗？所以我不觉得现在这个情况是一个不好的情况。你至少你现在的情况让西方国家看清楚，哦，这个情况，你非得等中国变成 GDP 全球第一的时候，你再来让他翻脸，你那个时候还翻得过来吗？翻不过来了吧？所以这个时候不一定是坏事啊，不一定是坏事。所以至于说民族的前途拨乱反正，我觉得不存在拨乱反正，中共就是干这个的。我觉得你还是要想明白，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有或者没有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往哪走的问题。共产党最终是要左拐，最终是要往那边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的前途就是把中共拿走，这才是中国的前途，而不是中共往右拐。没有，不会的。我的看法不会发生这样，中共不会往右拐，往右拐都是为了绕开那块石头再往左拐啊，好吗？我大概我的看法就这样啊。观点：赵紫阳问过邓小平的底线，邓的底线就是不搞三权分立。王岐山重申过这一点。底线是什么？底线是你最下面你的到哪儿去？但是等我有了钱、有了枪、有了炮，我就再上线啊，对吗？你说呢？所以底线这个东西，
就是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去搞这个。对啊，所以不能说明问题啊。情况前天和几个年轻人吃饭，一个年轻人提起新疆事件，他真的认为西方污蔑政府，其他几个人不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国内现在的环境越来越担心，民众被愚弄得太厉害，理智的人不敢讲话，大众相信越来越多的谎言。情绪，王先生昨天讲汉人对新疆的问题，其实是默认支持，都是一仰脖子过去，以为落不到自己头上，认为这样比较更安全。我一开始听这样讲很震惊，后来认真思考后发觉，我以前还真的就是这样，觉得严格管理很安全。现在虽然因为自己的经历没有很喜欢新疆，可也觉得他们不应该受这种待遇，会做到不作恶，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向周围传播真相。其实这些只是普通人的良知，我却发现自己曾经丢失了良知。感谢王先生，谢谢你啊，谢谢。情况加观点，中共宣传部最近在吹捧一个00后刘长江，说他放弃40万的年薪，应征入伍，拍了好几个抖音来宣传这位典型。但是后来被人挖出，这个高薪工作就是拍摄同性恋短视频，并在场外出售，结果中共立刻和他切割，下架所有的宣传视频。且不说 CCP 这样做是对同性恋的歧视，这更反映了 CCP 唯利是图的执政底线，只是表面上对他有利就大力吹捧，若是让他失了面子，就马上被抛弃。怎么说呢？你已经说完了，我就不说了。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条，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全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啊，所以跟我不一样啊，跟我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那你怎么培养一个完整的人格呢？我还认为我们的教育就是2条，第一个做事，第二个做人。至于说你什么接不接班的问题，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啊。情况，其实17年的时候和一个做红顶商人的朋友吃饭，就彻底明白了墙内所有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80后、90后的命运。因为那人告诉我，他接触的红色家族私底下直言，江山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牺牲现在的青壮年一代持续和美国抵抗。我们在上头眼里只是一个小小的代价，任何人都随时随地可以被牺牲掉的代价，而民众又觉得牺牲了旁边的人，自己可以暂时安全，对这样的环境失望，这就是真的现实。这就是现实，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你就是那个代价，然后你觉得最好那个代价不是我，是隔壁那个，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啊。观点：台湾铁路出轨的事故，这已经不是时事新闻，这是最基本的人性问题。中共已经抹杀了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人性，放眼望去，全网的小粉红都失去了人性。再看台湾的笑话，这能看笑话吗？有一个情况，请王先生参考。这次阿拉斯加会谈中方的姿态虽然又是高层的授意，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习就在强调大国要强硬，对美国什么手段都可以拿出来，特别强调万事口要硬。最近持稳重意见的人则明确提出，要设定中方近距离接近美方时的行为规则，这是很值得玩味的。很稳重吗？很稳重的就是僵哦。强硬呢，老实讲呢，强硬对谁最有利？强硬对中国并没有利。现在这个时候呢，
用这种强硬的姿态继续保持这种强硬的姿态呢？我送2个字，叫作死。对中国来说，最可怕的局面是什么？对中国来说，最可怕的局面就是欧洲、美国，然后就是日本这几个主要的包括我讲的五眼联盟，包括北约，包括我们刚才之前讲的这个四方对话，这几个主要的国家全部联合起来，和美国结成联盟，一起来对付中国，那中国就完蛋了，中国就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你天天找俄罗斯，找那什么，找伊朗，什么鬼啊，都嗷嗷掉钱的主，那有什么用啊？没用的。所以习近平要强硬，原因是什么老实讲，之前强硬管用，为什么？西方这些国家还没往一起走，没拢到一起来，你对其中一个强硬，那大家后面都没人，那当然你强硬一下我就缩一下呗。特别你像日本经常这样，你强硬，我就算了，我就让你一下，就过去了。你现在看日本的态度，现在已经讲了，海警船你开火，我也开火，什么情况这是？以前哪听过日本说这种话？以前中国都是居高临下敲打他，现在他说你开火我也开火。然后你看刚刚今天开幕，这个美国的国安顾问沙利文，这个日本跟韩国的2个国安顾问3个国安顾问又在美国开会，在哪开会我看见，我这刚才怎么没念呢？这个新闻，这条新闻我忘了放上去了看一下，念给你听第一次美日韩三方国安会议在哪开在马里兰州的海军官校开闭门会议那么参加的是什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韩国青瓦台国家保安室室长徐勋英，然后就是沙利文3个人开。你想一下，刚开完2+2会议，刚开完，上个月才刚开完，上个月月初是在这个中美战略对话之前，2+2会议开完了，然后再把他们找来，再来开一次会议，什么意思？你想一下什么意思？就是中美开完会了，再跟他们再开一次会议，就是这个情况。现在这个情况，这个形势已经很清楚了。西方国家在集结，已经没有疑问了，他们是要结盟的了。现在就是怎么集结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再去演这种强硬的戏码，我觉得这就是以卵击石后果很严重。观点，刚刚网友说加拿大的社会秩序，在日本生活，有的时候半夜12点多，偏僻的小城市路口会有行人一个人在空旷的路上等红绿灯，感觉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以及对自己的尊严的一种维护。在一个以严格秩序为基础运行的社会里，遵守秩序会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让人发自内心的去遵守社会规则。我想一下，我会不会？我也会。深夜12点在那站在马路上等红绿灯，我心情是什么？我的心情是，我会觉得自己很骄傲。你想一下，当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非常的骄傲。为什么？
你会变成这种，你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是，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你是有尊严的啊，这个很重要。这个观点，刚才那位刚到加拿大，我感觉他的意思可能是在公路上，即我说的是公路文化，谁的路权高，谁的路权低，这里是非常明确的。这样一来，大家就不用互相猜，我的路权高，我就不用降速，直接过去，对方也会降速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公路利用率高的原因。美国公路上的速度比国内高 1.5 到2倍。OK， 情况我们家在内蒙，离家不远有一个监狱，我爸他们还被单位组织参观过。他和我说，里面犯罪囚犯的状况和王先生说的一样，每天干活有积分，积分多了能减刑，所以为了减刑，他们什么都会做。前一段时间，监狱里的犯人被一车一车的转移走，后来又转移来了好多其他地方的犯人。他问了一下，才知道转移来的都是新疆的犯人，因为新疆的监狱用来做教育营，人多了放不下，只好往内地转移犯人。看见吗？情况，朋友的五星宾馆做装修，直接给银行贷款负责人10%的回扣，10%，以前更多啊。观点，现在大陆的大故事估计要等新华社之类的通稿，天津大爆炸好像就是电视台不让直接报道，等通稿，等待期间播放连续剧，结果被处理了啊。电视台吗？电视台它有既定时间播出时间的呀啊，电视台是有既定的节目表的，它跟着节目表走不就行吗？它为什么要播放连续剧呢？等待，没有等待这回事啊。任何电视台它都是跟着这个节目时刻表来播放，那么中间有特大新闻，我要中断正常播出时间，那你就把时间往后压，中间插播一条突发新闻，可以这样做，但不存在说我为了等那条新闻来播电视剧，没这回事，它原来就有时刻表的啊。情况，老父亲来加拿大待半年，最感慨的是，在我们这个小城市，他几乎没有见过警察或者交通警察。市区主要路口停电，没有交通灯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交警出现，大家自动按照四方停车处理，路口秩序井然，没有发生过任何混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大家对自己的期许吧，就是说我们在马路上开车。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让对方先过，你过，那对方就过去了，或者是我们看着远远的看有人行人要过马路，那我就把他停下来，还让他过。这个可能是觉得我就应该这样，这倒真的跟秩序没什么关系，还是什么？我想一想，更多的还是对自己的期许吧。你把你自己定位什么的问题啊？观点，虽然老是看好台湾房地产，但我想说，请不要为了投资的目的来买台湾房地产。台湾现在正在稀释房价，大家不希望房价再涨，投资台股是更好的选择。有富士康、台积电、联发科，还有很多优质的代工工厂，稳定配息。OK。不希望大家去买房价，好吧？观点，台湾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不是发生笑话。台湾立刻有政府跟民间共同支援，花莲的旅店免费提供救灾者的住宿，外卖外送人员立刻免费送餐到现场，跟救援单位，没有笑话，让中国看。OK。观点，王先生的节目就是一档时事新闻时评。不能用学术报告讲座的要求来看，这只是我们看时事评论解读的其中之一，主要是为了开阔视野。OK， 好，谢谢啊，明谢一下 YL， 谢谢 Jack Hang， 谢谢小，谢谢Regit Wang， 谢谢陈匡泰，谢谢 YL， 谢谢郭九英，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